各位线上的同学，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精进不懈来参加读书会。成长要看得见，学习是关键。每周一次的读书会就是在学习，而学习能够见效呢，就要不断的累积跟持续，并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啊。时间久了，终将成为我们自己心智的成长跟突破。所谓神聚木断，水滴石穿，就是这个道理啦。意思就是说，神聚木断，用绳子不停的去锯木头，时间久了以后呢，木头也会被锯断。那水滴石穿呢？用水滴不断的去滴石头啊，时间久了呢，石头也会被滴穿呐。意思是这样子的啊，这是形容呢坚忍不拔、坚持不懈的精神啊。只要恒心不断呢，最后就会成功啊。老实讲了哦，如果每周日晚上没有这个直播的话，相信这个时间也是很容易就这样子过去的啦。所以呢，不用白不用了哦。所以人生的学习有时候呢，还是要下一点勉强的功夫啦。尤其是行菩萨道呢，更不能只靠出发心。出发心很重要。虽然说发心如初啊，成佛有余。但是也说发心容易，恒心难呐。发心很重要，那恒心是更重要啊。而恒持出发心，就要下勉强的功夫啊，就是要勉强自己啦。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强速而行，求人莫近焉”。这个强是勉强的强哦，强速而行呐。这个不是强壮的强。台北市有一间中学叫做。大家都念强恕中学，其实正确的发音是强恕中学，因为这个强是勉强的强是勉强自己的意思了哈。那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多用心这三个字呢是证严上人的口头禅证严上人常常在开示结束的时候呢，就用这个三个字呢来做结语，用意是提醒大家呢。闻法、说法、传法、用法都要多用心。那不止如此，行住坐卧、开口动舌、举手投足、做人处事等等，都要多用心。所以多用心三个字是词很淡，但是理很浓啊。看似浅近之言呐，看起来像是常人之语的。朗朗上口的意思啦，但是它却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跟大智慧。那证严上人把这三个字当作开示时候的一个总结呢，它的重要性呢可见一斑呐。有一位台湾的妈妈跟她的儿子长期住在日本的，这位妈妈也是我的朋友啦。几年前呢，因为这位儿子即将结婚嘛，所以母子两人一起返台。要筹备结婚的事情那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这个儿子呢就开着向别人借来的一辆车子载着妈妈在高速公路上呢，因为大雨滂沱嘛视线模糊外加路况不熟所以在没有刹车的高速之下呢，撞上匝道的护栏不是斜斜的撞而是直接对撞各位都知道嘛，那个交流道出口的时候，那个护栏是 V 型的嘛，对，他是车子直接撞那个 V 的那个点尖尖的地方，这样直接撞这个力道是非常的大所以呢，母子两人呢，当场的不幸往生了。消息传来呢，很多好友们呢，纷纷感到错愕与不舍。有人还在讲。前一晚我还在跟这个妈妈讨论儿子结婚的事情，有人哭诉的说，几天前才跟他约好要聚餐。那这对母子年迈的阿公跟阿嬷呢，都长期住在台湾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那更是老泪纵横面对同时失去女儿跟孙子的这个无情打击伤心的程度可想而知尤其呢，本来是喜事呢，变成丧事。更是让人呢唏嘘不已感叹呢造化作弄人
天人永隔呢，只因为人为的疏忽而造成致命的车祸，令人感叹呢人体的脆弱跟生命的无常啊。我这位朋友呢，跟他儿子呢常常住在日本啊。各位都知道，日本的驾驶座是在右边嘛，然后他们那个靠左行驶嘛。那台湾的驾驶座是靠台湾的驾驶座靠左边嘛，车子的左边嘛，然后是靠右行嘛，那这个儿子呢，刚考到日本的驾照，事发当晚呢，他所开的车子又是向别人借的，那对那辆车子的车况呢，跟性能呢，他也不是很熟。而儿子返台后呢，白天忙着筹备结婚的事情，晚上已经是非常的疲倦了加上路况又不熟，又大雨倾盆这么多不利的因素呢，同时出现这已经是一个极为不祥之兆但没有贵人及时出现的提醒造成母子两人呢，一步一步的踏上了死亡的界限而不自知要过任何一关都是不容易何况是6关要一起过，更是难上加难只要任何一关没有过，就会造成悲剧这是无常跟业力呢挡不住了，也叫做千金难买早知道。因为这样的剧本呢，早就已经写好，而且你也不能去偷看，只好演出这种悲剧的剧情然而，我们如果能从中警惕虽然说了定业难转了，劫数难逃了，但只要我们在行事当中能够再多用心还是可以做到防范未然或者众业轻报灾难还是可以减轻甚至可以避免有一个道理呢，开车不去撞别人，这个比较简单，因为超支在我但是开车要防不被别人撞，那这个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呢超支在别人超支在他这个就好像不去说别人是非呢，这个比较容易因为这属于自己的涵养嘛，这超支在自己嘛，守好口业嘛但要别人不说我们的是非，那这超支在别人，我们无法去掌控别人我们克服自己都不容易的，何况要去掌控别人对，同理呢，英雄可以征服天下，但不一定可以克服自己那车祸频传的路段之所以常常会造成车祸呢，就是那些开车不用心的人呢，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很容易把不用心的驾驶习惯呢显露出来，而造成意外。追根究底，它还是人为的疏忽啦。那为什么只有你出车祸，别人是行车平安呢？所以还是自己的问题。而这样子的疏忽呢，就是粗心大意呢使然。粗心大意就是不用心嘛。但是有一种人呢，出车祸不是自己的不用心他车也开得不快他不是自撞，而是被撞，很倒霉。那这是什么？这是福报跟业力的问题啦，个人的福报跟业力的问题平常比较不用心的人呢，在经过危险路段的时候呢，就好像走入陷阱一样，深陷危机而不自知。相反的，平日用心诚信的人因为心念专注，反应自然很敏锐所以他在面对境界如何变幻无常诡谲莫测，他依然可以用心去对治，将任何的风险跟危机呢以其先见之明防范于未然即使偶尔还是难免会碰到一些难解的问题他也可以用他的智慧去迎刃而解化险为夷这个叫做用心之人必得智慧。有用心的人都是有智慧的人有一句话我们也常常讲了无常来自意外，意外是来自疏忽，疏忽来自不好的习惯，而不好的习惯也跟不用心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才会说，命运不好不是改风水或改名字，而是改观念跟改习惯
我们常常将诸事不顺啦，或者灾厄偏多啦，怪罪于命运不好。其实命运也会觉得很冤枉啊，明明是你自己不用心所造成的啊，都怪到我身上来啊。然而有些时候疏忽并不是来自于不用心哦，而是来自什么？经验不足、判断力不好、跟警觉性不够啊。有时候呢，虽然很用心啊，但是却用心在不正确的事情上面啊，也就是努力在做错的事情啊，这个也是很要命的哦。那刚刚这位要结婚的儿子呢，才刚考上驾照，就是驾驶经验不足嘛，刚考上驾照嘛。而母子两人处在情势这么不利之下呢，却浑然不知啊，这就是警觉性不够。碰到滂沱大雨，不能等雨小一点再上路吗？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各位都知道，马来西亚常常有地形雨的，那高速公路也会啊，常常在高速公路上面出现地形雨。这个地方没有雨，那个地方下很大的雨，你看得到的。好，那雨势很大的时候，甚至路都看不清楚的。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把车子停在路边，打双黄灯，停在路边等雨停了或者雨小了再开啊。好，这个就是台湾话所讲的“小心不蚀本”呐，小心不蚀本呐，小心不亏本呐，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悲剧的产生也是归咎于误判形势。我们会看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是旁观者清嘛。换成哪一天我们变成当局者迷的时候呢，也可能会跟他们一样犯同样的错哦。所以佛法才说要戒事练心，戒静修心，随处养心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借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来练我们的心，借别人所遭遇的境界来修我们的心，借人群中无人不是法，每一个人都是一部经，来培养我们警惕的心。所以练心、修心、养心三句都是要我们多用点心呐，不是叫你多吃点心哦，是多多使用这个心呐。心要常常拿出来用，越用才会越敏锐，才会越有力。越不用就越软弱无力啊，就好像音乐家嘛，久久不练习，嗓子会生硬，曲调会生疏啊。钢琴家也是一样啊，久不练习的话，手指会生硬啊，曲调会生疏啊。同理啊，生病躺在病床上2个月就好了，一旦哪一天要下床的，连走几步路都要慢慢学习啊，要慢慢适应的啊。那不用心也是这样子的道理啦，心不拿出来用也是这样的道理啦。不论是习惯不好、经验不足或者不够用心啊，这些都会让我们的生活产生危机的。其实这个就是无常的潜在因素。一旦因碰到了成熟的缘，果报就现前了嘛，由不得你，挡也挡不住。这个时候呢，隐性的因变成显性的果，就会让我们尝尽苦果嘛。无常来了啊，苦来了啊，这个都是煎熬啊。其实呢，现在我们不能够再说，不知道是无常先来还是明天先到了。这句话大家常常都在讲嘛。这个至少还有1天的时间嘛。上次我们有分享啊，我们有一位股票上市的大企业的这个董事长师兄啊，上台致辞前一切都还正常，上台致辞不到2分钟，在众目睽睽之下呢，在台上倒下来，心肌梗塞，没有黄金救援的时间，当场就走了。所以不是今天明天的差1天，而是这1分钟跟下1分钟的生死2分钟啊。所以以前的人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大家朗朗上口。现在我们要改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会不报，马上就到。不过呢，
令人感到安慰的是，我们这位师兄呢，他这样的往生还是属于有尊严没痛苦，一下就走了嘛。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家都陪着他，他不孤单，都这样也是一种善终了，也是不容易哦。我们修了老半天先不要讲往生之际要去哪里，往生之后要去哪里啦，临终之际可不可以做到有尊严没痛苦这个也是要很大的考验哦。不敢讲很有把握很难讲哦。因为大部分的人要走之前呢，不是劳苦就是病苦，甚至临终之际，大部分的人也都是这样子了，神志不清，昏迷不醒如果像我们这个师兄这样子，不拖泥带水干净利落对，说走就走，也是很不简单其实这整个事情给我们一个警惕，既然无常随时视现，棺材也不是只装老人，而是装死人，而人会死也不是老了才会死，是一口气吸不上来就会死。这样子的无常很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不管是小孩子或老人都是一样。所以不要小看一个小习惯，一个不用心的生活小习惯都会是造成无常的诱因举例来讲，大家就更清楚了就好像一根小小的火柴不值多少钱一根火柴而已但是它却有攻坚灭顶的力量无坚不摧它能让一栋数千万元的豪宅付之一炬它也会烧毁一栋屋子，摧毁我们的幸福那我们要问自己，身上有几根这样子的火柴呢？做事不用心或者说话不用心也是一种习惯，而这样子的习惯也是一根小火柴，也是具足火药库一般的破坏力不只是做事不用心或说话不用心，是一根小火柴我们身上还有很多这种小火柴例如刚愎自用的心态，冥顽不灵的个性，狭隘无情的心胸，无法控制的情绪，意气用事做的决策等等，族繁不及备载每一个小习气都是一根小火柴这个是很令我们警惕那一般人在善报现前的时候呢，享受福报都来不及了，他不容易在顺境中呢，以无常观来警惕自己，这个很困难但是碰到恶报现前的时候呢，或碰到诸事不顺命运多舛这个时候呢，就比较有所醒悟了。人生不是万事如意的还会有无常跟苦跟空跟无常等等那这个时候呢，比较有善根的人呢，他还会懂得去亲近善知识，寻求化解之道，如何把这些苦把它化解掉。那有这样的念头，就是走入修行的开始这个就是我们以前讲过四圣谛的什么苦集灭道的道理而比较没有善根的人呢，他不但不会去了解忧悲苦恼的苦源，甚至呢怪东怪西，怨天尤人心念是这样的话，那只好继续沉沦那遭受无常或意外之后呢，如果是劫后余生或大难不死，那还有悔悟跟检讨的机会一生中最大的学习就是这一次，这个必须你还能够活命才有可能那像我们这位日本的这位母子两个人同时不幸往生，要怎么反省怎么警惕，没有机会啦所以这就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一堂生命教育拿这样的境界来修自己的心。刚刚讲嘛，戒禁修心戒世练心就是这个意思嘛。那有一些人认为呢，自己的享福是理所当然的，而一旦碰到不顺遂或不如意呢，就认为好像老天爷很不公平那我们来学佛，就是要来扭转这种不正确的观念，来学习正确的知见。而这样子的人生观的养成呢，平常就要日积月累的啦。我们以前读书会常讲嘛
转个念头几秒钟，做足准备几年功，就是这个道理。那平常不练习转啊，一旦碰到事情来的时候，怎么转得过来呢？常常有在转，才会越转越顺啊，甚至是转而不转。多用心也是一样啊，功夫够了，自然是用而不用啊，不必提醒自己念要转哦，心要转哦，不必，自然而然就会不转而转，不用而用啊。看似无用，实则大用啊！这个就是甚深微妙法啦。所以每天多看佛书，多听佛法，多做志工，多听上人的开示再加上每周晚上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这个就是在学习，在练习念要怎么转，心要怎么用也就是在做准备啦。那有备就无患嘛，无备就有患嘛，就是这样子嘛。那只有无常观还不够，还要付诸行动去做最好的准备要做最好的准备，要先学习凡事多用心唯有用心准备，用心学习，用心体会，假以时日，才会让用心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那用心一旦成为我们的人格特质的时候，任何行事造作就很有保障，很多事情都可以预先防范的嘛，所以很有保障嘛。那多用心就是多思考，多观察，多倾听，多请教，多了解上人也常讲嘛，听法要怎么听闻法要怎么闻用耳朵看，用眼睛听。大家一听很奇怪，怎么用耳朵看，用眼睛听当然不是嘛，那是什么意思？叫做用心听用心看的意思的。要用心，而不是用耳用眼简言之的，就是讲话的时候用心在嘴巴上，走路的时候用心在脚上要帮助人家的时候用心在手上，做事的时候用心在念头上。同理新手上路，路况不熟，天候不佳，这不是上路的时候。身体疲惫之际，是要休息坐车，而不是自己开车。不该上路的时候上路，不该开车的时候开车，而随行该提醒的时候他没有去提醒这些都是在重要关键时刻的一时疏忽了，以致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说话也是一门大学问，也是要多用心让用心说话呢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并成为我们的人格特质。能这样呢，就是时时在自我祝福，时时在自我加持去年年底呢上人在岁末祝福行脚到台北跟委员们志工们问心交流的时候呢，有一位委员跟上人说上人，我现在的时间大部分就投入肠道的工作要去关怀那些老人他说上人我跟你说那些老人也是不好骗的上人听他讲完之后，当众开示说我们不是要骗老人，而是要给老人们安心跟信心。所以用骗这个字，上人认为不得体，不能讲用骗的还有一次一位负责主导大型活动的委员跟上人分享心得之后说，他说上人参加这个大活动的彩排参加这个大活动的彩排人这么多所以我必须快很准才会有效果。讲这句话，上人立即跟他说快跟准就好，不要狠，真要狠那就很快又很准。上人认为凶狠的狠也是充满暴力的，是不祥之兆的用狠字也是不好了。所以上人这样子这样子急中生智，把这个话改得这么漂亮有一次正言上人行脚了，我随侍在台北慈济医院的时候，那时候那医护团队在跟上人温馨交流的时候呢大家都发愿说要把医院照顾好
经营的好，要让上人呢吹笑白球，台湾话啦，嘴笑眼笑的意思啦。那上人听得很高兴啊，之后呢，行脚又到了台中的慈济医院啊，也是跟医生们、医护人员温馨交流啊。那会中就有人起来说人家台北慈院的医护团队有发愿要让上人吹笑白球呢，那你们要发什么愿啊？问他们啊，因为这个事情是没有事先套招的，临时起意的结果现场出现几秒钟的静默无声呢，大家突然间问这个问题，大家不晓得怎么答。那我看到那个时间有一点沉闷在那里几秒钟而已啊。那我就说时迟那时快呢，我就立刻大声的讲，让上人心花怒放我讲这句话啦。结果我讲完之后，上人接着说，心花怒放也有个怒啊，大家笑成一片心花怒放的怒也是不好啦。这个有的学啦，讲话那几年前呢，一群新马的实业家疫情之前来金色拜见上人那其中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实业家呢，这个在跟上人心得分享的时候，他说上人，以前我还没有做慈济之前看到很多马来西亚的志工做志工做得很欢喜，很精进，我觉得他们做的是走火入魔。然后他又继续讲现在我也进来做志工了，我做到现在才发现说我自己也做的走火入魔。他讲完之后呢，上人马上对大家说，刚刚某某居士他讲这个走火入魔的意思是走出火灾，深入人群，磨练心智。马上把一句用词不当跟不善辞令的话呢，修饰的这么漂亮老实讲了这已经不是急中生智而是亲近的佛智一般的凡夫做不到这样的功夫啦。有些人是做人忠厚，但不善辞令应对的言辞的用的不得体虽然不是故意的但也会造成失态尤其那么多人在听，哪有做志工做的是用这个走火入魔来形容呢？对，这个不是一句好的话了上人很重视呢雅言正语上人自己本身也是说雅言正语的人有时候上人自己身体微恙的时候，他也会有感而发的说我每次身体下滑一次就会担心一次，担心有些人呢只会承担工作不会承担责任上人是希望说优秀的志工是要承担工作也要承担责任两个都要兼顾了那刚刚讲说身体下滑一次，这个身体下滑是什么？就是指生病了但是生病不是好事情所以嘴巴不讲生病两个字，而是讲下滑这就是用词之美有时候正言上人也会说我也在做会过去的准备会过去就是指不在将来不在的时候了，但是讲会过去总比讲将来我不在将来我往生比这个文词来的优雅的多了嘛，是吗？这也是用词之美跟说话的用心值得我们学习。讲话非常的文雅，非常的用心，非常的有智慧。2012年年底呢，美国东部的纽约州呢发生山迪风灾那慈济看灾后呢，立即发放限值卡那个卡片让他们去商店去那个超市买东西嘛，发放了1万多户家庭那发放结束后呢，一位参与活动的协调的志工呢资深的志工回来台湾在上人面前呢与大家分享他的心得他就说了，他说这次包含纽约这个大都会的沿海地区发放现金，我们慈济发放现金给一向以来自视甚高的美国白人而且还发了1万多户发放过后呢，我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他讲完之后呢，上人马上就接着说，不要这么高傲，
不要讲扬眉吐气，你要说与有荣焉。你看，说话真的要向上人学习啊。几年前呢，有一次上人行脚到台北，我也随侍啊，在跟医疗团队交流的时候呢，一位慈济医院的医师分享说，他有一位癌末的病人是慈济的委员，那医疗团队呢向这位师姐分析如果动手术的话呢，还有一半的成功率啦。那一般人都会选择动手术拼拼看嘛，一半呢，但是这位师姐担心是说，还有一半的失败率，万一失败了，会无法完成他大体捐赠的心愿所以这位师姐呢，选择不动手术，放弃。接着呢，这个医生继续说，他说：“我觉得这位师姐头脑有问题。”讲这句话，上人听医生这样讲，上人就跟他说：“不要说人家头脑有问题，要说爱心过度。”你看，同样一个状况呢，智者跟凡夫讲出来的话就是不一样。有一位委员也是一样，因为不小心摔跤了造成走路呢要拿拐杖当他来到会所的时候志工们都会亲切的关心的问嘛：“哎呀，师姐，你的脚是怎么样的啦？”他就会回答说：“摔跤啦。”各位想想如果有100个人问他，他就要说100次的摔跤。后来这件事情被正言上人知道了，就跟这位委员慈示说到下次如果有人再问你为何拿拐杖，你不要再讲摔跤，摔跤不是好事，讲摔跤也不好听，你要改口说为了增加力量。你看，摔跤也一句话，为了增加力量也是一句话，两个的能量完全不一样，心念完全不一样证明呢，心存正念的人才会说出正语人人都会说话，但讲正语呢，这个要经过训练有一次呢，一位海外的负责人回来金舍，向正言上人报告，他们要与当地的医疗单位呢合办活动因为对方要慈济呢大量的动员志工去投入要利用慈济的志工就对了啦。所以这位负责人就跟对方说虽然我们志工是免费的等等等就一直讲了嘛。上人一听到他讲说志工是免费的，马上插嘴跟他导正说什么免费的？志工不能讲免费的，要说无价。当场就插话导正他一句话就代表一个念头，你看也是一念之差。志工不是免费的，是无价的，你看两个意境差这么多。各位都知道，约旦境内现在还有很多叙利亚的难民它里面也有难民营嘛。那约旦的慈济志工呢，到现在还在难民营里面做物资的发放。疫情之前呢，我们也去做了好几次的难民营的义诊在难民营里面那有一次义诊结束后呢，那些难民呢，感恩之心呢无以回报就煮了一大锅的白菜汤要请我们的医疗团队吃聊表心意的意思那就有一位医师呢返台后呢，在金舍跟上人分享的时候说难民营里面缺水缺电卫生条件很差，所以我们大家都不敢吃那个白菜汤。他这样讲完上人听完之后马上说不要说，用台语讲了不要说不敢吃，要说不甘吃，意思是说不要说不敢吃，要说不舍得吃啦。这也是一句话代表一个念头团员们不敢吃，是因为担心难民营的卫生条件很差，尤其我们是从外国来的嘛，万一吃坏肚子怎么办？老实讲了出门在外有这样子的卫生考虑也是没有错的，但是你讲不敢吃这个会有一点鄙视的心态啦，你们很脏啦，东西很脏的意思啦。所以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那要怎么办？上人有智慧，不甘加，不舍得吃，就自动解套了，又慈悲又有智慧，非常圆满是不是这样子？有一次我们要去台北车站举办一个大型的这个展览因为我们的展具很多嘛，
那整个台北车站大厅都不够我们摆设了。结果这个负责沟通的同仁呢，去谈了之后呢，才知道，除了慈济之外，还有好几个团体也要一起展呢。这样的空间根本就不够我们使用嘛，展出来也不会完整嘛。所以这位同仁就跟对方讲这样我们就不参展了。只是这样很合理嘛，对不对？这么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不方便，我们就不参展了嘛，对，就跟对方婉拒了。当这位同仁返回金舍跟正言上人报告时，上人随机教育呢，就说到了，虽然事实上是空间不够我们使用，但我们可以把话说得更圆融。与其说我们不参展了，不如说我们时间不凑巧。同样一句话，两个意境差这么多，所以直话不要直说，要直话圆说，这样才是说话有用心呐。27、8年前呢，我在马来西亚要办一个访视志工的这个培训课程，我回来台湾，我请示正言上人，可不可以从台湾呢派几位讲师过去啊？那上人就面有难色啊，好像很为难那样子跟我讲台湾的委员都很忙，你们马来西亚的访视祭品也做得很好啊，你们自己就可以当讲师的讲这句话了。那我看上人好像有一点为难自己就感觉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为难是我造成的嘛我就跟上人说，我用台语说了没啦，上人啊，我是一抓回来台湾都加减争取啦，我讲这句话啦，加减争取，华语叫做随缘争取的意思，但上人是讲台湾话了我也是讲台湾话，我说我一抓回来台湾啦我就加减争取了。结果上人一听我这样子讲马上回我，也是用台语啦你若是加减争取，我就加减给你啦；你爱尽量争取，我再尽量给你啦。里面充满了禅机啊，意思是你不能看我面有难色就退缩，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因为心诚则灵用心争取，我才会用心给你这个是名师的教诲，我一生难忘也有一次我去国外救灾返台东南亚刚好返台那时候刚好上人请教到南部一个进士堂我在那里，上人就叫我当场跟志工们分享赈灾的心得上人也坐在台下听嘛。我上台后呢，我自认为已经把整个赈灾的点滴呢分享得很完整了。我下台后，上人马上提醒我说：“你拄那部讲那样代志，你怎么没有提那件事情？”我顿时哑口无言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上人希望我讲那个，但是我没有讲。那我自认为我已经讲到98%，算很完整了。上人还提醒我那2%没有讲到的部分，可见上人是多用心在听而且我是去看灾跟赈灾的人结果是上人比我还清楚整个状况你看看是这样子上人在听志工分享的时候，无论内容如何都是非常用心跟耐心在倾听。之后呢，做出回馈跟开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位志工分享的内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上人没有分别心，都是非常的用心跟耐心在听，还是给予赞叹，给予感恩，让人觉得呢，上人是做到普贤菩萨10大愿里面的礼敬诸佛，把每一位志工都当作是未来佛一般的尊重更清楚体现佛法讲众生平等的那种慈悲等观这种身教呢，造就了上人广结众生好缘的觉者风范，才会从来不出国，但是呢，弟子跟追随者满天下。以上所分享的都是我在随师的时候呢，在耳濡目染之下呢，亲身的体验跟心得体会了，我都一一把它记录下来，现在才有办法跟大家分享。那正言上人在开示的时候，常常会讲多用心嘛。那各位一定疑问，为什么不讲多用脑？原因很简单，用脑思考是凡夫啦，用心思考是圣人啦。脑是用功能跟功用，心呢是体，是离体，
是本质的意思啦。就好像说眼睛要看得见东西呢，只有靠眼球是不够的，必须还有性的升起，眼球才会起作用啊。否则为何人死了以后，眼球都还在，为什么看不到东西？眼睛张开，人死了眼睛张开，眼睛也是看不到东西呀。对，因为性没有了，明心见性那个性没有了。同理啊，灯泡会亮但只有灯泡还不够啊，还要电流啊。所以电流对灯泡来讲呢，是离体，是本质。那灯泡或灯具呢，它是一个功能跟功用。同理啊，心性对身体器官来讲是离体，是本质。眼球是功能跟功用，脑也是功能跟功用。再举一个例子来讲，大家更明白。净思法脉就是离体，慈济宗门就是功用，法脉是离体，是体，就是重头啦。宗门是功用，就是重串。把离体跟功用的这个关系，把它理清楚、分辨清楚。花开见佛，花落也见佛。看到浪花，还是看见水；看见美女，你就会透视她是一具骷髅。骷髅的话就没有什么美不美的问题，大家都是一样，同样那一副。对看见别人的缺点，就想到自己也是有缺点。那既然自己也是有缺点，我们就不要去批评别人，去责备别人，这样事事都能够反观自信，以真心去看清真相。见物就见相，见人就见性。这个叫做明心见性，有心有性，明心见性。上人劝大家要多用心，没有说要多用脑，道理在此啦。那今晚我们多用心的主题呢，列举了很多真人真事的例子相信这些例子里所蕴藏的道理，大家都会有所体悟也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呢现学现卖，派上用场，用在生活中用得出来，都变成自己的智慧了好，我们祝福大家今天晚上福慧双修，法喜充满，也感恩大家的用心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